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在移民话题中常常被忽略的群体，那些小时候随着父母移民到国外的孩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移民二代。我之所以想谈这个话题，是因为之前我看了一个华裔金 Z 青年 YouTuber 的2条视频，标题分别是 Why I Hate My Childhood 和 Why Living in Canada Sucks。 这2条视频的点击量不高，但我觉得他说的内容非常值得更多人听见。在移民的叙事里，我们常常听到的是为了孩子才移民的，小孩在这边起点高，压力小，但我们其实很少真正听见这些孩子，尤其是那些在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上都经历过拉扯过的孩子，他们自己怎么看。这位视频博主大概是我在网上少数看到愿意深入剖析自己成长经历的移民二代。他在视频中说，他出生在中国，在那边上到幼儿园，然后移民到加拿大。他提到 When I first come to Canada, I had no idea how to speak English, and I was in kindergarten in China before I came here, so it was very particularly hard for me to just transition to this westernized country. Culture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作为一个成年才移民的人，我听到这段话特别有感触。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小孩子语言学习快，过来就能适应，但其实中间的文化冲击、孤独感以及语言带来的社交障碍是完全被低估的。我们成年人都需要很长时间去适应与自己独处，那对于一个没有足够表达能力的小孩来说，他们该如何消化这种格格不入的体验呢？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段视频中都反复提到了孤独和社交的困难。我想再分享一个个人的经历，也许可以更立体地呈现第2代移民在加拿大的某些心理状态。我之前有一个合租的室友，他是从小随父母移民过来的第2代华人。其实我们之间的深度交流不多，他也从来没有主动和我说过他的成长故事。但在一次饭后闲聊中，我记得是春节期间，我们几个室友聚在一起聊到了过年这个话题。我当时还蛮自然地问他，今年有没有和爸妈一起吃年夜饭？他沉默了一下，然后很平静地说，没有啊，我们没什么联系。这句没什么联系在当时让我有点愣住。他说得很淡，但感觉得出那不是某一次争执带来的短暂的冷战，而是常年积累下来的疏远。我不敢问太多，但从我们朝夕相处的点滴中可以看出一些东西。他每天早出晚归，永远是一个人。我没有见他带过朋友回家，也没有见到有任何人来看望他。周末也几乎不与人联络，整个人像一条悄无声息地穿行在社会缝隙中的影子。我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他偶尔会好奇地过来问我在做什么。他的社交轨迹和我在中国认识的哪怕是性格内向的同龄人都完全不一样。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没有任何的不良习惯，安静的近乎透明。但有时候我会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我很熟悉的东西，孤独。那不是短期的寂寞，而是一种习惯了的孤独，一种已经内化进生活节奏里的沉默。作为一个成年人，来到加拿大以后，我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真正学会独处，如何跟这个全新的世界慢慢建立联系。但一开始的那种孤独，是从地铁站、电梯间、教室、超市每一个角落里渗漏出来的。你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人认识你。最要命的是，你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必要被认识。我记得当时会下意识地逃避与人联系，不敢在小组作业里主动发言。网络成了唯一的陪伴，但又很空洞。最痛苦的是语言上的延迟反应，你脑子里知道要说什么，但嘴巴和舌头却无法及时表达出来。你会开始怀疑自己的智力，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比别人慢。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至少有基本的自我调节能力。我还能告诉自己这只是过渡期，我还能给自己找理由，再熬熬就好了。可是对于一个孩子呢？当一个孩子面对语言不通、文化不通、人际关系缺位的情况下，他甚至没有一个工具箱去处理这些困境。他没有过去经验可以调用，也没有长期目标可以依附，他只会觉得
我是不是哪里不对劲？是不是别人都比我更正常？这正是原视频博主在回顾自己童年时提到的状态。他在 Why I Hate My Childhood 里面说，他提到自己在小学时完全被孤立。I felt ignored by everyone. I didn't really talk to anybody. I had no social skills. Nobody liked me. I was always that one guy who was kind of just like them. 更糟糕的是，他还分享了一个他 vividly 记得的2年级经历。那位老师几乎每天都让他做所有的清洁工作，擦椅子、打扫教室。他说 She pretty much singed me out and wiped all the freaking chairs and crap like that. 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年纪的他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被区别对待了，但他并没有反抗的能力，连表达困惑的语言都没有。他说 From elementary all the way up to college, I had a big identity crisis. I didn't know who I was. 我想起我室友那种与父母关系疏离的状态，也许就是这种长年累月孤独体验的副产品。我们总觉得孩子适应能力强，语言学得快，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问题是，他们到底是适应了这个社会，还是只是被迫习惯了孤立这个状态？在 Why Living in Canada Sucks 这段视频中，这位博主还谈到他在成长过程中始终感受到 outcast 的状态。他说，在加拿大，朋友是很难交的，因为大家都倾向于和自己文化背景相似的人交往。他的原话是 It's a lot hard to make friends. People tend to just stick with their own culture group. 这使得他在学校、社区甚至大学都无法真正融入。他说，即便他后来英文完全过关，但在社交圈子里始终处于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和西人朋友有文化差异，和其他亚裔同学又因为成长背景不同，无法深度共鸣。他说 I never really fit in with the Asian folks in Canada because they are pretty different. They have different upbringing than me. 他说他是 visual minority， 从外貌上看就属于少数主义，而这一点从小到大没有一天能够忽略掉。这让我想到，很多中年人选择移民时，最核心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他们想象的是一个更公平的教育系统，一个不靠关系的就业环境，一个更自由开放的成长空间，但他们很少真正问孩子，你准备好了吗？更现实的问题是，这个国家准备好接纳他们了吗？尤其是那些不属于主流语言文化圈，需要更长时间去适应的孩子们。加拿大这个国家从制度层面确实是一个开放、包容、多元的国家，但从现实层面，社交结构的碎片化、人群之间的低流动性、种族与文化之间的平行共处也确实存在。这些结构性障碍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看不见也说不清的，他们只会在每一次游戏时被排除，每一次小组活动时被忽视，每一次被老师不公平待遇的细节中，慢慢的接受。也许我真的不属于这里。当然，这位博主的经历也并非只有压力和困顿。他提到，在高中之后，他开始慢慢找到了一些能让自己快乐的东西，比如打游戏，比如听音乐。他说自己有时候也会尝试录一些音乐作品，虽然现在只是兴趣爱好，但这确实是他找到的一种逃离现实的方法。我非常能理解这种找到一小块属于自己领地的意识。在一整个让人觉得格格不入的社会体系中，哪怕你只找到一项兴趣，一群同好，或者一个听得进去你表达的平台，那种感觉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不是为了让你彻底翻身，而是让你可以喘一口气。很多第二代移民最终能靠游戏、音乐、绘画，甚至视频创意等方式找到自我，这并不是偶然的。
因为这些东西具备2个关键要素：第一，他们不需要太多本地关系；第二，他们可以绕开主流社会对语言、文化、形象等的初步筛选机制。举个例子，在一个正常的课堂上，如果你的英文表达能力不足，反应稍慢，举止稍微不合本地习惯，你可能立刻就会被边缘化，甚至不是有意为之。而在一款多人联机游戏里，这种社交门槛反而没有那么高。你只要打得好，就会有人愿意和你组队；你只要有创意，哪怕你的语言不地道，也可以吸引听众。在那个世界里，你终于不再只是某个说英语奇怪的亚裔小孩，你可以有一个网名、一个角色、一个属于自己的战绩。但也正因为这些替代性路径的存在，很多第2代移民的成长就更像是一种平行人生。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封闭沉默，默默忍受，但在虚拟世界里，在音乐软件，在网盘作品夹里，却有着一个截然不同的自我。这个现象其实也和我室友的状态非常吻合。他在现实中社交极少，但我后来无意中在 Spotify 上发现他有一个公开的播放列表，里面全是一些非常有品味的小众独立音乐。同时，他居然还会说希伯来语。我当时才意识到，也许他的世界并不贫瘠，只是没有被别人看到而已。我想说的是，这种平行世界的构建固然是一种出路，但它也说明了现实世界对他们并不真正友好。每个孩子都值得被正面接纳，而不是被逼着去另辟蹊径。原视频的博主在最后其实也提到一个问题，他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了，他现在终于明白自己小时候之所以孤独、失败、格格不入，并不是因为他有问题，而是因为当时的环境根本没有给他一个从容适应的空间。如果可以重新来过，希望小时候有人告诉他，这一切不是他的错。他也希望家长能够理解，不是把孩子送进一个看起来更好的国家，进入一个听起来更先进的教育系统，就等于完成了育儿的使命。这让我想到很多中年移民朋友的想法。我们经常在社交网络、群组、饭桌上听到一句话：我不图自己，我就是为了下一代。这句话听上去很伟大，很无私，但也有点危险，因为他把移民的风险全部转嫁给了孩子，让孩子来承受人生断层的重压。如果一个孩子并没有准备好面对语言、文化认同、心理结构、社会机制上的双重挑战，那即便你把他放进全球排名第1的教育体制里，他也不一定能成长为你想象中的成功人士。我并不是反对移民，也不是要否定每一位父母的初衷，恰恰相反，作为一个自己也身处移民旅程中的成年人，我非常能理解那种为了孩子能过得更好而不惜背井离乡的勇气和牺牲。但我想提醒的是，这个决定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我们在决定那一刻所能想象的。移民不是一次性的改变命运，而是一场长期的重塑。你不仅在换国家、换语言、换制度，更在无形中把孩子从一个熟悉的社会系统中抽离出来，投入到一个对他们而言完全陌生、规则不同、评判标准不同的全新世界。你想象的海阔凭鱼跃，但对孩子来说，很可能是水土不服的开始。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小，语言学得快，就假设他们没问题。相反，正因为他们还小，他们更需要被理解、被陪伴、被赋予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和认同感。我们也不能简单的用加拿大这边教育轻松来安慰自己。教育系统再轻松，也架不住孩子在学校里交不到朋友，在课堂上听不懂老师的话，在课后活动中感受到文化边缘感的日积月累。最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家孩子来加拿大2年了，却始终只愿意跟班上的几个中国小孩玩，完全不愿意跟本地的孩子打交道。家长一开始没当回事儿，觉得是适应期，结果2年了，孩子不仅没有变得更融入，反而变得更排斥英语环境，连课外阅读都只愿意看中文的，甚至在家也常常情绪不稳定。他们开始焦虑，开始怀疑当初带孩子来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太冲动了。说实话，我特别能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在移民就等于更好生活的叙事里，很少有人认真问过这个孩子真的准备好了吗？有时候大人适应得挺快，反而是孩子
这个为了孩子的未来被牺牲最多的人，卡在了语言和文化之间，不知所措。你会发现他不抗拒加拿大，但也无法拥抱加拿大。他像卡在两个世界之间，哪一个都不属于。你说你为了孩子移民，是不是也应该留一点空间去问问他们，你还好吗？你喜不喜欢这里？你觉得自己被接纳了吗？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能不能告诉我，我能不能够帮你？更重要的是，也许我们要承认，有时候孩子并不会立刻告诉你这些答案，他们也许要等到10年、20年后，才敢像这位 YouTuber 那样回顾说，其实我小时候真的很痛苦 I hate my childhood。 移民改变命运这件事情也许本身没有错，但我们需要更加诚实地面对这个过程中每一个成员，特别是那些还没有长大的人，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沉默。正因为他们没有选择权，我们才更应该给予他们被倾听、被理解、被正视的权利。我想用这期视频留一个空间，放给这些移民2代的声音。如果你是父母，请不要把这份爱只藏在决定里，也要落实到日常的关注里。如果你是孩子，请知道你不是一个人，你的困惑、愤怒、压抑、迷失都是合理的，也值得被听见。如果你看到这里，想必你也和我一样，对这个话题有着某种共鸣。也许你是家长，也许你是第2代移民，也许你只是想多了解一点现实。无论是哪一种，我都希望我们在做人生选择的时候，不只是看风景，也看看风景背后的风。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在这个国家里走过一段孤独又沉默的路，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